1989年8月，巴里塔夫博士接到了一通陌生人打来的电话。对方在电话当中呢，向他诚恳地求助。原来此人的家里发生了一些怪事。巴里博士任职于美国加州大学，是生物医学与超心理学方面的专家。在过去的数十年间呢，他曾经为政府机构提供过不少相关的咨询，也曾经参与过上千起灵异事件的调查，其中不少的案例还在电视上以节目的形式播出过。也是因为这个原因，他有时呢就会接到一些观众打来的求助电话。这一次打来电话的人呢，名叫杰基·埃尔德南斯，是一位住在圣佩德罗市的单亲妈妈。杰基呢表示自己已经被房子里边的恶灵困扰了数月的时间。从电话当中疲倦的语气，巴里博士感受到了杰基的无助与绝望。也许是对于单亲妈妈发自内心的一种同情，也可能是心中有了某种神奇的直觉。总之，巴里博士几乎是没有犹豫，就答应杰基愿意为他提供一切的帮助。几天之后，巴里博士带着2名副手来到了杰基的家里。在进入房间之前，巴里博士先是看到了一只老猫趴在房子的远处睡着觉。通过与杰基的交流，巴里博士得知这只猫已经被杰基养了许多年。平时他都在房间里面睡觉，不过自从房子里面发生过怪事之后，他就再也不敢靠近这个房间了。这隐约让巴里博士觉得这事情的严重性。进了房间之后，巴里博士并未发现房间里有什么特别之处。无论是客厅、卧室、厨房还是洗手间，都被杰基打理的是整洁干净。2名助手手中的电子传感设备也没有出现过任何反应，这又让巴里博士怀疑杰基的情况很可能是压力过大而引起的幻觉所致。在杰基的带领之下呢，一行人最后来到了洗衣间，这是杰基口中恶灵闹得最凶的地方。而巴里博士和助手同样未在此处发现任何异常。就在巴里博士思考着该如何安抚杰基的情绪的时候，来帮他缓解压力时，怪事突然发生了。只听洗衣间上的阁楼传来了一阵咚咚咚的响声，众人是面面相似，心中都生出了几次不祥的念头。因为这声音呢是如此的清晰和巨大，以至于它绝对不可能是由田鼠、猫之类的小动物发出来的。10几秒钟之后，阁楼上的声音突然停止。巴里博士随即呢要求负责摄像的杰夫爬上阁楼去查看情况。杰夫带着摄像机和手电在阁楼里面转了数圈，阁楼里面是空无一物，十分空旷。杰夫实在想不出有什么东西居然能发出如此巨大的声响。那疑惑归疑惑呢，杰夫还是没有忘了按下手中的快门来拍下阁楼里的情况。可照片刚拍了2张，杰夫就突然感到了一阵莫名的心悸，紧接着手中的相机和手电就不知被什么东西给抽走了。那阁楼里边瞬间可就陷入了一片黑暗。惊慌失措的杰夫赶忙从阁楼里边逃了出来。为了找回相机，巴里博士的另一名助手康拉德带着摄像机和强光灯，又陪着杰夫返回了阁楼。借着强光灯的灯光，他们很快在阁楼边缘找到了照相机的机身。不过上面的镜头却是不见了。又找了好半天，他们才在阁楼的另一边的角落里找到了相机的镜头。2个人想不通相机的镜头为何会与机身相隔如此之远。就在他们准备下楼的时候，走在前面的康拉德突然听见后面的杰夫大叫一声，紧接着杰夫又无比惊恐地喊道：“有人在后面推了我一把。”杰夫的喊叫声让康拉德的头皮发麻，但他还是强忍着恐惧，快速地转身，并用强光灯照向了杰夫的后方。
除了杰夫头顶有一盏点不亮的灯泡之外，整个阁楼没有任何的东西。杰夫推搡着康拉德快速的向前，两个人也就这样慌慌张张的逃回了楼下。由于康拉德在爬上阁楼时带着摄像机，巴里博士就提议看一看里面的录像带，检查一下康拉德是否拍下了什么有用的线索。不过当康拉德准备拿出录影带的时候，他发现之前原本充满电的摄像机早就因为电量耗尽而进入了关机的状态。这在以往的拍摄过程当中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状况，众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面色都变得凝重起来。接下来的几天里，在杰基的强烈恳求之下，巴里博士一行人住进了杰基的家里，展开了更为细致的调查。不过几天下来，房间里再无怪事发生，巴里博士也未能发现更有价值的线索。就在众人即将离开杰基家的前一天夜里，怪事再一次出现了。这一次，房间终于留下了可以提供的线索，那究竟是什么线索呢？咱们下期接着聊。上一集呢，我们说到了巴里博士一行人终于在即将离开杰基的家的时候，发现了可供研究的线索。而这个线索的出现呢，属实将巴里博士他们吓得不轻。大概午夜刚过，已经进入熟睡状态的杰夫突然闻到了一股又腥又臭的味道，接着一阵难忍的恶心，将他从睡梦当中惊醒了。杰夫俯向地面干呕了几声，这让他恶心的感觉顿时缓解了不少。他大口喘着出气，重新躺回床上，可是他气还没喘匀，就感到几滴粘稠的液体滴到了他的脸上。杰夫用手一摸，一种令人难以忍受的腥臭直接穿进他的鼻腔。这一次，杰夫忍不住哇哇吐了出来。杰夫闹出的动静吵醒了巴里博士和康拉德，康拉德冲过来打开了杰夫房间里的灯。众人看见杰夫房间的棚顶有一片黑红色的液体正在不断的渗出滴落，那液体简直就如同人类的血液一般，让人看得悚然心惊。巴里博士忍着难闻的气味，用屋子里边的空瓶子颤巍巍的接了几滴这种液体。到了第二天，康拉德拿出液体样本前去化验，而化验结果显示呢，这种液体当中含有大量的碘，的确有些近似于男子血液的成分，但是它却并不是真正的血液。至于这种液体究竟是什么，就连检验人员也无法说得清。另外的一边呢，巴里博士和杰夫试图找出液体的来源，他们重新登上了房子的阁楼，但在阁楼地面并没有发现这种黑红色的液体。而当巴里博士和杰夫从阁楼上下来的时候，杰夫的卧室棚顶的液体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就像它从来不曾存在过一般。对于这种难以解释的现象，二人也只能是面面相觑，说不出一句话来。接下来的几天呢，所有怪事再次消失，调查重新陷入了僵局。巴里博士一行人呢，只好是暂时离开，并嘱托杰基，怪事再出现的时候就与他们联络。1个月之后，杰基再一次打来了电话，这一次巴里博士带着杰夫和新成员拉里一起前去调查。刚走进房间，一行人就听到了阁楼里传来了怪声。于是杰里和杰夫再次爬上阁楼，与之前的调查一样，二人并未在阁楼里发现任何异常。不过几分钟之后，拉里听到楼下的杰基正在呼唤他们下楼，听着杰基略显焦急的语气，拉里赶忙从阁楼上探头下望，并询问杰基出现了什么异常。原来就在刚刚，杰基听到阁楼入口处传出了一种有人打响指的声音。由于担心楼上不安全，他才呼唤楼上的人尽快离开。拉里确实是确定了自己和杰夫谁都没有打响指，这让他觉得浑身发毛。
拉里转身呢就要询问杰夫，却发现杰夫那边没有一点动静。拉里一边呼喊着杰夫的名字，一边将照相机的闪光灯对准了杰夫的位置。紧接着他看见了令他终身难忘的一幕，只见杰夫的表情陷入了一种恍惚的状态，头部的位置略显扭曲，还在不停地抽搐着，看起来就像有一根无形的绳索将他吊起来一般。拉里赶忙呼唤楼下的巴里博士和杰基上来帮忙，众人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把杰夫给救了下来。此时杰夫的脖颈处有一条清晰的痕迹，但对于之前究竟发生了什么，他已经没有了清晰的印象，只是恍惚记得有什么人在他耳边说过话，接着他就感到呼吸变得越来越困难了。直到被小伙伴们救下，他才意识到自己遭受了攻击。杰夫的遭遇让巴里博士判断，杰基的屋子里边很可能有骚灵作祟。所谓骚灵呢，也被称作喧闹鬼现象、波尔代若斯现象、神动现象，指的是一种至今还无法完全解释的超自然现象。发生这种事件的地方大多会伴有巨大的噪声、物体的自行移动，甚至有当事人遭到未知力量攻击等等情况。而对于骚灵产生的原因，科学上也存在着多种解释，如有人故意为之，或者孩子的恶作剧、静电与电磁场，或者强大的脑电波的影响等等。在巴里博士之前处理过的案件当中，也出现过了一些类似骚灵作祟的事件，但是其中大部分都可以用恶作剧来进行解释，总有某方面存在明显的破绽，并非真的有未知力量在活动。然而杰基家的事与此类案件完全不同，杰基家里的孩子只有3岁，并且杰基从头到尾都跟巴里博士他们一起行动，根本就没有机会进行恶作剧。更可怕的是，竟然有某种未知的力量想要杀死调查人员，这已经没有办法再用常理来进行解释了。巴里博士建议杰基立刻带着孩子搬离这所房子，那么杰基是否会听从巴里博士的建议呢？又是否会从房子里边搬走呢？他又是否会遇到新的危险呢？那后面的内容更加精彩，咱们下期接着聊。上一期呢，我们说到了巴里博士劝杰基从房子里边搬走，杰基又何尝不想如此呢？但他没有办法轻易的做出搬走的决定，因为他实在是有不得已的苦衷。1988年的冬天，由于丈夫不断酗酒，并且频繁对于自己施行家暴，已经怀上第2胎的杰基不得不结束了这段不幸的婚姻，带着只有3岁的大儿子杰米，从加州的库恩县搬到了遥远的圣佩德罗市居住。虽然自己的肚子是一天天变大，但儿子杰米还需要自己抚养。杰基呢，只能是硬着头皮去做一些简单的工作，并且在一些朋友的帮助之下，勉强的支撑起了生活。杰基之所以会住进这所闹鬼的房子里，完全是因为他租金便宜，面积也足够大。刚搬进来的时候杰基显得是十分兴奋，他不辞辛苦的将房子的每一个角落都打扫得干干净净，摆脱了欺负自己的丈夫，又住进了条件尚可的房子里，这让杰基有了一种如获新生的感觉，心情也变得极为舒畅。可刚刚过了几个星期，杰基就发现了房子里的异常。平时几乎不做梦的他，居然一连数天做起了各种恐怖的噩梦。无论是入睡时睡得多么沉，杰基总会在午夜12点被噩梦惊醒。渐渐的，屋子里面开始不分白天黑夜的出现了奇怪的声音。杰基也开始越来越强烈的感觉到有什么东西一直在他身边移动，就连养了多年的猫也变得日益奇怪，他时不时的就会弓背后跳，发出极为瘆人的声音。
最后甚至再也不敢回屋睡觉了。处于孕期的女性往往会由于生理和心理的变化而出现各种症状。一开始，杰基试图用这样的理由来安慰自己，他把家里出现的种种异常都归结为自己的幻觉和幻听。然而坚持了数月时间，家里边的状况都没有得到改变。最终在朋友苏珊的建议之下，他才拨通了巴里博士的电话求助。只是还没想到，巴里博士居然也对他家的情况是束手无策。在巴里博士一行人离开的数周之后呢，杰基又一次在午夜12点惊醒，带着一种心慌的感觉，他走向了儿子杰米的床铺，想看看儿子的情况。杰基刚一打开灯，突然发现有一个身穿红衣、面色苍白的老人正坐在儿子的床铺旁。见杰基发现了自己，那老人居然是歪着头，就盯住了杰基，还咧着嘴露出了诡异的一笑。这一幕吓得杰基那是疯狂尖叫。杰基清楚地意识到眼前的一切根本就不是幻觉，他强忍着心中的恐惧，一个箭步扑到了床边，抱起儿子杰米就向外跑。杰基也敲响了邻居家的门，焦急地向邻居求助。可邻居们来到杰基家的时候，并没有见到那个老人，也没有发现其他的异常。杰基只好是满怀歉意地把邻居们送走，但是他自己无论如何也不敢睡了，就在床上抱着儿子杰米熬到了天亮。这件事情之后呢，杰基房子里边的怪事变得可越来越多了。桌子上的铅笔会无缘无故的被弹飞，摆放的布娃娃会自行的改变位置，墙上和棚顶时不时就会渗出黑红的液体，而那个穿红衣服的老人有时会坐在沙发上，有时则会站在走廊里边走。层出不穷的怪事几乎让杰基是精神崩溃，但是他还在努力坚持着，直到另一件可怕的事情发生，他才终于做出了搬家的决定。又是一个午夜12点，杰基被阁楼上传来的咚咚声惊醒了。那声音是一下下十分有规矩，就好像是心脏在跳动。不过这一次杰基没有害怕，而是心中充满了愤怒。杰基指着阁楼的方向破口大骂，而那咚咚的声却并没有停止意思，反倒响的是越来越凶，就像在对杰基进行着挑衅。怒不可遏的杰基此时已经失去理智，他拿着打火机和汽油攀上了阁楼，准备与那挑事的骚灵同归于尽。可见到那骚灵的真面时呢，杰基还是退缩了。在打火机火光的映衬下，杰基在阁楼上看见一个没有身体、满脸是血的头颅，正无比怨毒地指望着自己。直到这个时候，杰基才意识到家里的骚灵远非红衣老人一个，很可能有更可怕、更邪恶的东西正潜伏在儿子杰米的身边，准备伤害他。此时的杰基一下变得无比冷静，他迅速地爬下阁楼，来到儿子的床边，并紧紧地抱住了儿子的身体。杰基知道自己再也不能带着儿子在圣佩罗居住了，为了孩子，他准备与前夫修复破裂的感情。第二天一早，杰基拨通了前夫的电话，在表达了自己想要带儿子搬回克恩县的意愿，以及说了不少软话之后，前夫重新接受了杰基，并表示愿意过来接他们回去。离开了圣佩德罗的房子之后，杰基的身边不再发生怪事。巴里博士后来造访了圣佩德罗那所房子几次，新主人也表示自己没有遇到过怪事，一切看起来就到此停歇。但是1990年，巴里博士接到了一通电话，却再一次打破了短暂的平静。究竟事情最终会朝着什么样的方向发展呢？咱们下期接着说。1990年的某一天，巴里博士接到了一通熟人打来的电话，对方正是已经搬家的杰基。不过从杰基几近崩溃的语气当中就能听出，
此时的他过得并不如意。在刚刚搬到科恩县的几个月里，杰基的生活逐渐恢复了正常。可就在杰基以为自己已经摆脱了圣佩德罗市的噩梦时，怪事却再一次发生了。有一天，杰基买了一台新的电视，在朋友的帮助之下两个人把电视搬进了仓库里。就在这时，电视突然自行开机，而电视屏幕的中央出现了一个杰基熟悉的身影，那就是圣佩罗德市的红衣老人。通常情况下，闹鬼事件都会发生在固定的某个区域，幽灵往往会因为某些黑暗的过去而被束缚在那里，所以他们没有办法轻易离去。当然了，也会有灵体不受环境的影响，可以自由行动，而杰基遇到的幽灵显然就是这一种。从那天起，杰基在圣佩德罗市遇到的种种怪事全都在科恩县的家里重新发生，这几乎将杰基的生活摧毁。在恐怖的支配之下，杰基再也不敢住在家里，而是住进了一个空间狭小的拖车里。可即便这样，那些幽灵也没有放过他的意思，很快他们就跟了过去。巴里博士再一次带着助手帮助杰基调查了拖车里的情况。然而就跟从前是一样，巴里博士出现的时候，拖车里就变得一切正常，而巴里博士一走，幽灵们的活动就再一次出现。万般无奈之下，巴里博士陪着杰基找来了灵媒帮忙，他们打算通过降灵会来了解杰基身边究竟发生了什么。灵媒主持的仪式仅仅开始几分钟，通灵板就反馈出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信息：杰基的身旁居然盘踞着5只幽灵。灵媒试着与其中的一只幽灵展开对话，很快他们就获得了更让人意外的信息。幽灵告诉灵媒，他已经死去了60年，他并非死在圣佩德罗市的那所房子里，而是死于圣佩德罗湾发生的一场谋杀，是杀死他的凶手住的那所房子里。依据这些信息，巴里博士去档案馆里展开了调查。很快他就发现了，在1930年确实有一个名叫霍尔曼的海员死在了圣佩德罗湾里。在被发现的时候他的尸体漂浮在码头的下方，头上有一道锯齿状的伤痕，但是警方在当时并未找到其他的线索与证据，因此霍尔曼最终被裁定为溺水身亡。巴里博士还在档案馆里找到了一张赫尔曼的照片，经杰基辨认，他的样子与阁楼上的那个满脸是血的头颅较为相似。巴里博士随即又对于圣佩德罗市的那所房子的背景展开了调查。调查结果显示，修建这所房子的人是一个名叫约翰·达蒙的老人。然而巴里博士无法确定他是否就是杰基一直见到的那个红衣老人，也不知道他是否与霍尔曼的死有关。至于其他的幽灵，因为找不到相关线索，他们的身份只能是个谜了。在降临会结束的2个月，不堪其扰的杰基决定再一次搬家。这一次他搬去了洛杉矶，而随着他搬家次数的不断增加，那5个鬼魂终于不再纠缠于他。后来杰基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出人预料的是，事件当中的鬼魂后来居然缠上了巴里博士的2名助手杰夫和康拉德。在杰夫家曾莫名其妙地出现一把不属于家里的菜刀，这把菜刀牢牢地就插进了他地板里。杰夫也是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把它给弄出来。杰夫家里的相框还会自行移动，这让他相信这一切都是骚灵所为。康拉德家的保姆有一次在打扫房间的时候，突然在走廊看见一个陌生的人影，几秒钟之后，那个人影便是消失不见。被吓坏了的保姆赶忙把这件事报告给了康拉德，于是康拉德便询问了保姆那人影的长相。保姆颤颤巍巍地回答，他是一个身穿红衣的老人。
没人知道杰夫和康拉德最后是否也像杰基一样摆脱了那些幽灵。虽然整件事呢最终被巴里博士制作成了电视节目，并在播出后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可事件的真实性呢还是引来了不少质疑。尽管巴里博士一直要求助手用摄像机记录事件的全过程，但是摄像机毕竟没有拍到幽灵伤人的确切画面，因此有不少人认为一切都是巴里博士为了节目效果所做的安排。在事情过去了多年之后，杰基曾多次接受过媒体的采访。从这些报道当中我们得知，杰基并不曾因为此事而获利，所以整件事情不太可能是巴里博士和杰基演的一场戏。事实上，在经历了这件事情之后杰基的人生态度发生了很大的转变。虽然他只是以一个普通人的身份过着平凡的生活，但是对于生命本身，他明显有了更高层次的尊重，因为他相信这个世界上真的有灵魂，而不尊重生命的灵魂将无法得以安息，将永远以幽灵的形式被困在这个世界。这份痛苦是杰基永远都不愿去承受的。灵魂是否真的存在于世呢？至今也没有一个定论。但对于尚未了解的事，我们至少要有足够的敬畏。各位觉得呢？